啊，准备出发。师傅，你好。我们现在从昆明就出发。这里呢，大青鱼比较多，江里面这个鱼非常多，这个鱼情感觉下来是最好的。还有呢，这里的大青鱼比较多，个体也大。开车要40个小时的车程。有了他们当地3个钓友的加入，拿个第1名，很有信心。云南的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，潮湿闷热，降水较多。此时本并不是蒙自钓鱼的最佳季节，却因为大鱼消息的不断传出，红河一带成为了众多钓鱼人的心仪之地。来，哦，来骑牛嘛！你好，大哥！60年。哦，妹妹，这里好热哦。我们几个队友，5个队友全部到位。自接到挑战书起，陆德信围绕云南附近寻觅终极钓场的旅途从未停止。其中，红河下游的马堵山水电站和上游的南沙水电站都曾是他的备选钓场。上的第二条鱼，看来这个六比3效果还是比较好。陆德新一行人第3次回到红河水畔，重装而行的他们，这趟行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次比赛呢，这个时间，比较长，是5天5夜，所以说这个我们比赛的这个中途啊，包括那个休息啊、值班啊，各方面都要把它安排好。因为这个打这种比赛，它是在纯天然的这种自然水域嘛，它跟那个平常天我们打竞技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自然水域里面我们钓5天的时间还是有点辛苦的，因为钓大鱼要守，不是说你想钓就能钓到的。这回我们要争取把有这个信心，争取把这个第1拿下。本身钓这个大鱼就是一种挑战嘛，就是很难钓到，反正就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。喜欢钓鱼的人就说都喜欢碰上大的鱼，那跟他大鱼搏斗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想通过这个大鱼鱼浪公司搞这个大鱼争霸赛，突破一下自己的记录，看自己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鱼浪这个巨棒重物吧，能够给我们带来巨物，带来理想中的巨物。我为自己加油，保证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精力来打赢这场比赛。
2次到红河试钓的钓况都不算理想，但红河水畔大鱼出没的消息却从未停止。陆德新认定，此时的红河一定有大鱼活动，上游或者下游，究竟哪里才是他选择的最终钓场呢？夜色是云南钓王开始渔浪大鱼争霸赛的第一个关卡。寻觅多时，陆德新依然回到了红河马堵山水电站，开始他的大赛征途。是什么原因让陆德新将最终钓场定在初次试钓的这里呢？再找一个点，看看那下面那个湾可以做不做？这一段的话，我感觉不是太理想啊，是吧？我们在山上钓，这一段它的这个坡水太陡。一般钓大鱼的位置还是要含得住大鱼的地方。要是你要钓大草鱼和那个大青鱼的话，这个位置都不是好。师傅，你看那边怎么样？对面那里啊，那个用山形嘛，这个坡度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上面一定要有树桩，有树桩呢才留得住这个大鱼。如果没有树桩的话，那个下面的大鱼就很少。就那个大青鱼还是那边大草鱼那边好一点。反正那个湾子要大，一个要那些障碍物要多。像那个湾子太平了，平了嘛大鱼载不住。要是可能过去一点那个陡坎的那种大陡坎、大湾子，里面有些树桩那种大草鱼、大青鱼，多肯都在那些地方藏着。他好像有点障碍物，他心里面踏实哦，看安全嘛。要有树桩。对。没有树桩的地方就留不住这个大鱼。在过去，上面的定站就是南沙定站，那个关的时间就久了，那个鱼就肯定大了。那上面的大鱼肯定就多了。但是呢，就是不容易中，中了就是大的。从上游一直找着走，找上去到上游去啊，去找，上游去再试一个点。好，多看几个地方吧。可以啊，多看几个地方呢，我们那个接下来再确定在哪里钓。对，好吧。泄洪必须拉那个警报，他拉警报的时候放出来，那个他几米以外，那个水一下就移下去，那所以那些大青鱼啊，那些大鱼花鲢白鲢啊，全部跟着冲下来灌昏掉，那些人冲进去拿了抢了，那里他们冲下来的那个鱼宰成2节，拿走一节都是20-30公斤，一节20-30公斤，那个鱼有多大？自己想，就是60-70公斤的那种，300斤的单斤的，300斤的这种。陆德新、王伟、段江辉3人，沿着沅江从上游一直到下游，在经过多方分析和考察后，原本依旧犹豫不决的他们，在王伟说出泄洪后，随便一段鱼体残躯都有20-30公斤的时候，陆德新终于决定将大战的胜负赌在这里。云南钓榜的最终钓点，也是他最初试钓的地方。回归原点，在红河马堵山水电站，竞钓大师陆德新的大鱼争霸究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？在咱们这边钓大鱼的话呢，晚上的时间是11点以后到1点这个阶段，出鱼的机会比较大，晚上都容易碰到大家伙，这么的。
大家，我先试了看，尽量争取把大鱼钓上来。上个星期刚走的钓友，在我左右两边都钓了30多斤的，都钓了2条，还有10多斤那些也钓了5、6条。反正我看他们效果很不错的。任思成蒙自本地钓友，主要所钓范围覆盖红河流域及周边地区，熟悉钓场情况。听当地的那些老百姓说，就是说这个大坝泄洪的时候，就是排洪水的时候了嘛。从那个泄洪口下去的那些大鱼，他们拿起来的有50多斤大青鱼，就是往坝上怎么掉下去，灌的有点晕的那种感觉。当地的那些老百姓去拿，反正咱们在这里钓，还是钓到大鱼的机会比较大。陆德新一行5人分散在3个相邻不远的钓棚上。大赛第一个夜晚，除了热血沸腾，还有无限期待。不过大家依然把时间更多的放在了准备和调试钓组中。万全的准备是赢取胜利的第一步。我们明天后天肯定可以上。心里面确实压力也挺大的。这回来看看，瞧瞧运气好不好，可能可以碰到大青鱼，争取把它钓起来。我希望吧，也但愿吧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台上嘛，能渔获多一点，能为这个团队做出一点贡献吧。马堵山水电站位于红河上游，而沅江就是红河上游的主干。在这广阔流域的水畔，在这偏远大山的深处，鱼浪大鱼争霸赛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它的第一场战役。云南钓王的大鱼争霸之行会如愿吗？这第一个夜晚，他们将迎来期待中的收获吗？这一夜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？虽然我们是一个队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大家都是在努力的钓好这个鱼，大家都有压力。反正就是说，尽量大家都想争取第一条鳝鱼，大家都要尽力，经常好好的守着啊，坚守好。因为这个大鱼不空小鱼，这个大鱼是鳝鱼就是那么一漂，一漂，就是这一漂你把它放过掉，说不定要等几个钟头以后的事，说不定10个小时你都等不来一条鱼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大家还是耐得住寂寞，尽力要把它守好，反正耐得住寂寞就行了。鱼浪大鱼争霸的首场战役打响在我国云南边界，守着红河水畔静静等待的陆德新一行人，刚刚度过了他们的第一个夜晚。夜色如水，清凉中无人的夜钓十分平静。哦，挂地喽！挂是肯定挂了，挂就挂，但是呢，就是鱼还在上面。好，这里有个桩，它收竿的时候呢，要赶快收掉。钓中到鱼双竿的这种情况，另外那个竿要赶快把它清开，这个是基本上的。原本应该拿到的第一尾渔获，却因为水下地形复杂，以挂地断线告终。现在拿起来的机会很小了，不等它了，重新钓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它乱半天拿不起来了。鱼在上面，现在的还在上面。你看这里，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嘛？你看，已经磨成这个样子去了。你看，就是绕到杆点子去的。你看，就是绕到那个绕到这里，就是绕到他拉的线就是拉到这一小节了。你看吧。王伟与大鱼的第一回合博弈没能成功，这意外状况会是云南陆德新战队的第一个失误，还是唯一的教训呢？直到天色渐渐明朗，远处传来鸡鸣暴躁的声音。在红河水畔陆德新几人的钓棚前，夜钓值班的队员才刚刚要
准备休息。42斤，现在钓起来最大的，但是我估计这一个里面应该有个50-60斤、70-80斤的啊，50-60斤的应该是有，但是现在还没有钓起来过。今天早上吃了3口了都没捞到，重新换了。与预期钓况出现的差异，让陆德新在他新一天的试钓中，一面琢磨着问题所在，一面研究相关的对应策略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几位队友也陷入了相同的境况。今天早上5点半起的床，到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见口，情况很不乐观的。主线下来就是个主坠，咱们主牵嘛，然后下来呢就是咱们的子线嘛，8字环下来，咱们的子线。你看咱们的子线，哎，怎么会是一个小轻坠呢？咱们轻坠在自然水库钓鱼的时候，不是风浪走水挺厉害嘛，挺厉害的。有一个副坠在下面，它定位以后呢，它不容易走水，还起到这个作用。然后我习惯就是说，咱们钓大全鱼，大全鱼有点尖，大鱼都尖嘛，咱们把钩具放得挺大，你看钩具都这么大了，你的钩离这个咱们的主线距离一远，它一不容易发现咱们的大线。因为一般在咱们这里钓，就是说用正常的行坠钓这种大鱼的话，效果不会太好。基本上咱们当地都是用这种线路的钓法，效果好得多。跳嘴，有点小翘子。好，开张鱼了，开张。在比赛的前期了解中，马肚山水电站近来鱼况极佳，鱼口多，鱼体大，就连上鱼的时间也十分规律。然而，这一切似乎都在陆德新一行人来到钓场后终止了。一天中，第一个最佳上鱼时间点已经过去，第二个时间点也即将在大家的等待中再次悄然而逝。能上鱼的那几天都是在7点过几分，准时都上鱼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是那个时间是最好的钓鱼的时间，很好。但是今天早上鱼是跳了，但是没口，一直到了刚才几分10多20分钟前来了2个翘嘴口，都没打到。期待着中午看看，中午去看一下，然后呢到晚饭6、7点钟的时候，那一下的是这段时间我们钓下来的感觉是最好的。终于来了一条小翘嘴啊！早上原本预期的上鱼时间，并没有给钓况带来什么进展。陆德新一行人从开赛至今只收获了2尾小翘嘴，其中挂地数次，出师未捷。云南战队该如何扭转局势呢？我们这个钓线是属于半台钓，这种呢比那个传统钓灵的很多，像这种命中率高。水下盘根错节的枝杈和数不清的树桩，给王伟带来了巨大的忧虑。从昨晚的夜钓开始，终于后挂地断线的100%几率就像噩梦一样。在目标大鱼出现之前，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。